防弹的鸡，飞天的羊，修仪的爸爸会穿墙，天上的娘，慈祥的爹，善良的阿祖最体贴。接下来收看本期节目，星光被鞭炮挖料喷得体无完肤，导致破防，当众上演了寻衅滋事。借此，鞭炮步步紧逼，指控安妮故意伤人的同时，将路飞的死也怪在了他的头上。尽管他有着不在场的证明，同时继续放大安妮堕胎的事儿，更有专家佐证说未出生的婴儿还会有痛感。这一条龙的攻势直接导致了星光之家的解散，墙倒众人推呀。星光派失去了全部的流量，阿祖派一家独大。沃特顺势召开了 V52 博览会，一口气公布了30多位沃特宇宙的电影计划，开启了沃特 U 的第7到第10阶段。首当其冲的就是《集训火车头》，由笑匠威尔·法瑞尔和火车头领衔主演。该片讲述了铁胆火车头在职业生涯中遇到了挫折，他遇到了救赎自己人生的导师威尔，从此越过山丘走向巅峰的故事。威尔亦师亦友，亦友亦父，是摸火车头背后的男人。同时放出了鞭炮主的士兵先导预告，通过逐帧分析，大胆推测这是一部关于宗教的影片，讲述了鞭炮在加入7人组前内心的成长与进化。前导预告顺利衔接了纪念路飞的 PPT， 宣传电影的同时巩固了星光的罪行印象。在这即将持续的12小时的博览会中，动感超人泰克也宣布了自己时隔1年回归的新作，一部探索深度的电影。配乐选择了当红乐队的热曲，随后山姆和凯特也带来了宣传预热。戈多金的守护者之怦然心动，关于灵魂互换的校园爱情故事。祖国人淡漠地看着台子上的戏子。自打阿祖从妙妙屋出来后，他变了很多。智者找他搭话不理，智者突然捧的臭脚依然不理。狗不理祖则回到办公室，跟李导商讨着儿子的处女作。导演叭叭半天，阿祖只在乎儿子的想法。青少年题材莱恩不太喜欢，阿祖没有要求换题材，而是告诉他不想拍咱就不拍，千百万的预先投资咱就当真了。李导为了把这个活干去，低三下四的询问莱恩，甚至打算将制片人的位置让给男孩。阿祖则让他把银行卡、车钥匙都给儿子，但这也不是莱恩想要的。莱恩怕自己惹父亲生气了，阿祖却笑着告诉他自己很骄傲，因为儿子敢于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。阿祖从小到大都在被人操控，最近的经历让他明白自己也一直在这样对待儿子，让莱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从来没有问过莱恩的想法。今后阿祖决定给儿子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，显然这就是莱恩所需要的父爱。另一边，跟深海联合主持的卡梅隆，这是一个牙尖嘴利的家伙，为了博人眼球，什么话都敢说，美名其曰这是替正义发言。他统顾出了不少深海的事儿，让余霞怒不能言。深海的性格也不是那种敢为自己站出来的人，他想还击，便跟卡梅隆的老婆约了晚上嬉戏，本想压一压这个奴婢的气焰，哪知道卡梅隆用章鱼姐做威胁，深海难得吃了反击的鳖。别看卡梅隆平时拽的2、5、8万的，连7人组的黑料都敢往外爆，其实他也就是艾什利的奴婢，只不过现在艾什利成了无权无势的傀儡，奴婢也能翻身做主人了。艾什利大权旁落，人走茶凉。智者拿出星光的堕胎消息，让鞭炮好一顿挨揍。对于这种陷害自己被打的行为，鞭炮和智者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窃取沃特机密，几次帮助男孩们的火车头，现在终于被怀疑到头上了。智者很明显确定了内鬼就是他，他知道过不了多久这事儿就会被摆在明面上。于是火车头找到了艾什利，承认了一切都是自己干的，强行拉他变成同谋，要求想个办法帮自己摆脱嫌疑。这些宫里的琐事阿祖都已经懒得参与了，他一直陪着20组，成为了真正的父慈子孝。阿祖问莱恩人生有没有梦想，男孩扭捏地说自己想去帮助别人。阿祖没嘲笑他，反而转头看向了李导。这会儿人家正在调戏女助理呢，1、2事都在这儿。女助理果断说她性骚扰。阿祖在边上询问儿子的处理意见。莱恩让李导道歉，但后者并不真诚。阿祖小声指出了问题关键，是李导看不起助理，不愿意道歉。莱恩恍然大悟，突然要求李导跪下道歉。祖国人的威压在这儿，男人照做了。听出李导还是不真诚，阿祖又给儿子支了一招。莱恩笑容逐渐变态，大鼻头扇的嘴里的奶昔都更甜了。博览会的最后，祖国人召见了各位大臣，针对沃特内部有人泄露消息的事情，阿祖想请各位帮个忙，手刃了这个叛徒。正当火车头思考如何狡辩的时候，深海却将卡梅隆押送了进来。毫无疑问，这是艾什利帮他找的替死鬼。
深海解气的一批，卡梅隆却死得老惨了。小队这边各有各的私人问题处理，母主的女儿因为打架被休学，原因是同学说祖国人是英雄，她反驳被骂才动手的。母主一直以来的印象都是以暴制暴，所以孩子们也在无形中模仿了家长。修一这边，妈妈偷偷注射了化合物，让脑死亡的爸爸恢复了生机。聊天过程中就好像从来没有得过病，修一担心会有副作用，但突然美满的家庭让他选择忘掉这个隐患。谈论到爸爸为什么突然把决定权交给妈妈，修是这么说的：他们负责养过一只叫做佳佳的猫，猫得了重病，修一却不肯让它安乐死，直到最后佳佳体内满是溃烂的器官和血水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接受不了死亡。修不想跟猫咪一样被病痛折磨到死。等母子俩出去再回来，修却消失了。我和化合物有什么影响，没人摸得清。再找到父亲时，发现他手里握着一颗心脏，整个人处于失忆的状态。等护士看到尖叫时，修直接穿墙逃走了。他跑到了另一个患者的肚子里，现场血腥的难以直视。医院戒备了起来，最危险的修处于害怕和紧张当中，没有人知道他还会意外做出什么事儿。当儿子找到他时，男人已经不认识修一了，记忆停留在修一10几岁时，他正要去给宝贝儿子买玩具。听到这话，修一很难过，最心碎的莫过于父母还活着，却记不住你的模样。修认识妻子，记得是他抛弃了自己和儿子，人变得有些失控，要暴走的边缘。警察到了，警察走了。爸爸接连杀了3个人，修一不得不做出应急措施。此时的修一冷静的可怕，或许是经历的多了。他记起法兰奇的操作，打算调配些让人震惊的药物。修再次杀了过来，意识到今天可能是父子俩最后一次相见。修一眼眶涌上一股热流。小时候，爸爸总说，为了儿子心中的英雄玩具，花再多钱也是值得的。可事实上，修一眼里的英雄只有一个。You're my hero, Dad. 他不知道说这些话，爸爸还能不能记住？仿佛上天被这份亲情打动了，修记起了儿子。There'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. I can't stop it. I don't know what to do. That's okay. I think I do. 修一强忍住了泪水，决定让父亲安乐死。面对死亡的降临，修很害怕，他害怕没有自己的生活，修一会过得不好，他害怕自己再也看不到这个宝贝儿子。修最大的梦想就是去一次巴黎，和家人去看看自己喜欢的事情和风景。面对眼前的危机，波切尔只好拿出底牌。他曾调查过哥多金大学的地下实验室，清楚知道里面有一种可以杀死超人类的病毒。走到这一步，就是他的最后一步了。他和乔都是为达目的放弃底线的人，尽管身边有这样一个理解自己的伙伴，波切尔还是不肯放弃小队。Brother, I don't get you. Half your brain is a fucking tumor. This is your last shot at Homelander, and now you decide to go soft. They are decent people. But you and me, we don't belong with decent. 大家质问他如何杀死的橡胶人，布切尔自己也答不上来。他把病毒的事儿搬了出来。或许这东西杀不死祖国人，但对付纽曼指定是绰绰有余。之所以现在才说出这个杀招，因为纽曼先一步拿到了这个东西。穷途末路下，男孩们不得不再次拼上一把。母主按照布切尔的指示，向上头申请了一份赦免令。他们找到了艾德加，打算问出纽曼秘密实验室的位置。艾德加有愧纽曼，所以不想掺和这些烂事儿。布切尔既然来，自然有十足的把握。他敢确定，艾德加对佐伊的爱更深。如果自己的宝贝外孙女儿成了怪物，那他会不会出手帮忙呢？炸鸡叔西装笔挺，线条分明，每一个细节都显得优雅端庄。他指挥着来到了西边，纽曼最有可能利用到的住处，也是自己曾经的庄园。半开的门锁，墙上的血渍，处处透露着这里出事了。在地下实验室里，有不少打碎的化合物，它们通通流进了下水道。波切尔看到一只幸存的兔子，它被注射过临时化合物，或许是想救自己一次。波切尔放走了它。正当他们仔细搜查时，大伙纷纷流出了鼻血。爆头侠纽曼来了，作为总统竞选者，最有权力的几个人之一，艾德加又怎么会悄无声息地离开监狱呢？养父的背叛让纽曼很失望，他没工夫针对众人，只想知道萨米尔在哪儿。这个名字不仅波切尔他们感到陌生，连屏幕前的我
都没听过呀。萨米尔是这里的负责人，现在实验室废了，他人也失踪了。埃德加在努力中和双方势力，总算是没让现场出现暴力冲突。波切尔等人只能借助个人能力帮助寻找萨米尔。埃德加找到机会质问纽曼为什么要给佐伊注射化合物，却被纽曼戳破了内心的想法。他一直隐藏纽曼的身份，就是因为对超人类感到羞耻，东躲西藏不是因为父爱，仅仅为了自己的尊严。纽曼不想让女儿过那种生活，他要改变局势。各有各的鬼心思，波切尔正在想办法弄死纽曼，却不经意看到了门头晃动的养鸡场，有位技术人员就死在了这里。但现场除了人畜无害的咕咕嘎，再也没有其他人存在的迹象，令谁都没想到，被困2年半的咕咕嘎摇身变成战斗机。鸡哥不仅防弹，攻击力还强得可怕。眼看埃德加又出事，纽曼立刻动用了超能力，炸鸡叔差点被击炸了。关好鸡门，众人才算捡回一条命啊！鸡都防弹了，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？波切尔担心大家把命丢在这儿，疯狂嘴抽纽曼。女人也搬出波切尔试图卖队友救莱恩的事儿，让小队好一顿内讧。多亏埃德加哄好了他们。寻找萨米尔的路上，纽曼尝试拉安妮到自己的阵营，他们经历相似，可以成为有共同话题的朋友。可现在安妮堪比炸药，情绪不稳定到极点，开始适应了能动手绝不动口。纽曼讽刺他真稳重，随后也没再计较。波切尔见到了那只兔子，兔子一命呜呼，腹中还出现了寄生虫般的触手。他察觉到自己体内可能也存在这种东西，便一脚让他解脱了。大家走了很久都没有萨米尔的踪迹，埃德加一把骨头有些走不动了。休息期间，毫无凝聚力的小队纷纷灵魂出窍，顾虑起了最近的遭遇。法兰奇因为杀害了男友的一家，陷入深深自责。宗教总说罪行可以得到宽恕，可法兰奇觉得有些罪行就不该被原谅。突然出现一头牛，众人警惕的不行，生怕它变成什么可怕的模样。结果满天飞的羊群才是意外惊喜，他们撒丫子就跑。埃德加的身子骨也好像硬朗了不少。在另一座谷仓里，他们巧合地找到了萨米尔，这才明白纽曼为何这么担心这个男人，因为他就是佐伊的父亲，纽曼的丈夫。这里如此危险，因为有一只注射化合物的仓鼠失控了。混乱中，化合物被打碎流入了下水道，导致了周边的动物集体变异。那针对超人类的病毒只剩下了最后一针样本。波切尔的眼睛里放光，想夺走这根稻草，但母乳却想利用这个帮大家脱身，把它注射到尸体里，让羊群撕咬。这样一来，那些怪物就不攻自破了。布切尔和纽曼却出奇的想法一致，要把这最后的样本带走。这东西过于珍贵，风险同样过于大了。为了活命，只能按照母乳的想法来。他们等到晚上，终于有了动静，走出去一看，发现效果倍儿棒啊！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光荣牺牲，可在逃跑的过程中，萨米尔又消失了。事情结束，埃德加又被送回了监狱。甲方有理由，因为没有拿到病毒，所以合作失效。在这一番调查过后，确定萨米尔不在这里了，只剩下一条断腿。纽曼瞬间就崩溃了。押送埃德加回监狱的途中，司机突然爆头，纽曼劫走了埃德加，眼神里透露出了他的理由：亲情啊！回到基地，心态炸的心态炸，迷茫的迷茫。法兰奇还跑去警察局自首了。真如乔所说，这个小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也应了埃德加那句话：他们能活到现在呢，全靠的是奇迹啊！失踪的萨米尔其实被乔偷偷转移了，波切尔砍断了他一条腿，就是要把男人囚禁起来，不惜一切手段帮他们制造病毒。